怕孩子发脾气的父母养不出阳光活泼的孩子。每一个爱大吼大叫的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不懂得情绪教育的家长。嗨，大家好，我是美妈很帅。这期我们来讲一讲怎么给0到6岁的孩子做情绪教育，让他成为情绪的主人。如果你家孩子处于0到6岁这个阶段，特别的爱发脾气，容易发怒暴躁，那就不要急着走开了，看到最后对你一定有所帮助。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管孩子几岁，他都用同一种方法来教育孩子，结果效果没看到，还把自己气出病来。其实根据孩子的发育特点来，效果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孩子愿意听你的。0到2岁半的孩子处于情绪模仿期，这个阶段的孩子没有你我他的概念，非常的自我为中心，特别是1岁半以后，加上他的额叶跟边缘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你说一堆道理让他控制情绪，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根本都不懂。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正确的回应孩子，不要硬碰硬。比如孩子气得很高的积木突然倒了，他哇的一声开始撒泼打滚。本来他发脾气是向你求助的，因为他还不怎么会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应对眼前这个挫折，就是感觉心里非常的难受。他冲你发脾气是想让你帮他解决问题，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很多家长却一味的批评或者斥责孩子，骂他不该乱发脾气。孩子最擅长的就是模仿，你经常使用攻击批评的语气，他也学会你的控制跟限制。要是妈妈这样回应，怎么啦？妈妈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怎么做会更好，结果会截然不同。宝宝模仿的是你稳定的情绪，解决问题的态度，孩子会不自觉的把那个脾气压一下，慢慢的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平和的人。面对3到6岁处于情绪理解期的孩子，我们又该怎么做呢？3到6岁的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在失控，也没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男孩子，因为男孩子的额叶发育比女孩子要晚。额叶这个脑区呢，主要是负责情绪控制自制力的这些功能的。如果前一个阶段父母没有做好，到了这个阶段，孩子发脾气的频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频繁，因为他们发现只有大吼大叫发脾气，父母才会关注到他。要是父母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一味的怪孩子发脾气，就会不断的强化孩子的这种不好的行为。所以在这个阶段父母除了要关注孩子的情绪之外，还要教孩子认识并表达情绪，先让他懂得什么是情绪失控，再让他学会控制。平常我会利用一些生活片段或者绘本中出现的场景来教孩子识别情绪，管理他们的情绪。比如在不乱发脾气的绘本中小猫因为蛋糕被弟弟吃了而伤心大哭。在念这个绘本的时候，我就会指着小猫的脸对宝宝说，这是伤心的表情，小猫现在的心情非常的难受，并配合语气跟表情现场表演给孩子看。下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小孩子哇哇大哭，我就会问孩子，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感受如何？有了前面的铺垫，他一般都能说出来。另外，每次发完脾气，等他情绪完全的平稳下来之后，我也会告诉孩子，刚才你情绪失控了，你要慢慢的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当孩子有好的表现，我会及时的表扬并奖励他，让他明白原来
不发脾气，爸妈也会关注到我。对于孩子来说，父母就是天空，是大地，是他在这个宇宙中的参照点。所以想孩子聪明，情商高，走到哪里都有朋友，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父母除了要以身作则以外，还要多关注他的情绪，多倾听他的心声，让他感觉到安全，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被父母爱着的，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收藏、点赞、分享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